今天我看到有一个观众在问，针对大家提的建议啊，就是如果说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自己曾经熟悉的地方，曾经生长起来的地方？那么有人在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深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还能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曾经生长的地方吗？我觉得问这个话呢，很及时，应该来说，因为有很多人真的回不去了，他们只能选择，或者说被迫的选择更为合适自己的地方，因为在过去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啊，有太多的人经历了亲情的疏离，已经与曾经有血脉相连的这些关系的这些亲友们，因为社会地位的问题，因为经济地位的差距，甚至仅仅是因为生活习惯的差距、文明素质上面的差距已经拉开了这种距离，本能的认为自己已经在各方面的素质上比他们要高一些了。这种疏远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其实也养成了一些习惯，在自己的思维模式中自认为高他们一等。所以这种亲情的疏离，它其实已经形成了鸿沟。现在不是你愿不愿意回去的问题了，而是之前造成的这种隔阂能不能消除呢？人家会不会记恨在心，那么今后有朝一日报复你呢？这种担心算不上多余，对吧？其实还有一层担心，因为社会舆论的宣传，因为亲友们的这种传递的声音，让我们更多的能够看到，在中国的广大乡村，哪怕是边远地区，都存在这种恶霸、这种黑恶势力，其实它真实存在的。越是边远的政权够不着的地方，越是容易看到这些丑恶的现象。在城市待惯了，自认为是半个城市人或者有的人认为已经是城市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让你再回到这种被一个类似于像土匪一样的人骑在你头上，任意的欺凌你，可能你真不习惯，对吧？但是你放心，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这个改变还真不是因为自由民主法治，而是因为共军要争夺对社会的垂直管理权。所以即便是乡村的这些土霸王现在也正在受到打击，所以你不必太过担心。共军原来呢，它主要的利益在城市，他们主要争夺的是城市的控制权，在乡村甚至在城市的郊区，他们都睁个眼闭个眼，让这些灰色地带有自己发展的一个空间，因为这不影响到共军的统治，所以他们无所谓这些黑恶势力，即便有也不承认，是吧？中国没有黑社会，对不对？那实在没辙了，现在把他们定一个专用的词叫黑恶势力。其实就你干脆说黑社会不就了了吗？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事儿，非要造那么多事儿出来。那么今年不一样了，从去年开始，去年、今年、明年3年，是吧？重点打击
这个农村的黑恶势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城市已经养不活这么多人了，因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导致现在跟全球之间的经贸往来都出现了问题。制造业在萎缩，然后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城市能不能留住人，主要还是看城市能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既然不能的话，就要把目标转移到农村。那么你想一杆子到底，垂直管理到农村的各个乡镇各个村，那你就必须要先打扫干净屋子，然后才能招待客人。什么是客人呢？返乡的农民算不上，是吧？城市的富裕人口，甚至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了找不到稳定工作的这些曾经认为自己跳出了龙门的这些学生，未来都会是洒向祖国大好河山的壮劳力，因为只有在农村，他才能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农村的黑恶势力正在被共军逐一打掉。我们甚至看到一个例子，那么皖北一个小山村，乡政府所在村就是驻地村的村支部书记，算是3代世袭了。那么第1代退休了，第2代正在当权，第3代正在培养。这次被打掉了，不仅打掉了，而且据说还被推上街去游街。就我们看到的这些配方都很熟悉，对吧？法治中国，在中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这种话说了几十年了，最后还要借助运动才能打掉这些土霸王，真的很可悲。但是你放心，共军打掉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活得更滋润更坦然，而是为了打通最后1公里，为今后征集农村的这些产品这些农产品创造条件，扫清障碍。现在供销社已经恢复了，农村下面面临的就是最严格的统购统销，计划经济已经回来了，毫无意外的回来了。曾经装过的逼，人为的把人划分成3、6、9等，觉得自己是城里人了，农村的这些穷亲戚你看不上了，那很遗憾，现在你就得回去重新与他们混同成一片，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中国很大，人口很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世界很大，我要出去看看，对吧？绝大多数人走不了。城市中随着不断的清理，它最终会让你待不下去。那么你本身不是这个政权的必须要死保的这些利益，那么你再不识相，你最终就有可能变为打击的对象。所以每次中国国内遇到运动的时候，都有一些人选择在运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逃离危险的地区。今后在城市中，他会率先人人过关，在农村有一些相对有这种风气的地区，
可能也会这样。所以你回到一个你最起码有熟悉的人，熟悉的这些曾经有亲情关系的，哪怕认个错，搞好邻里关系，搞好亲属间的关系，你就低个头，最起码他不致命，对吧？他只是丢点面子，就算一个报应呗。你真正很难度过的是自己的这种不适应。你已经认为改革开放几十年了，那么你获得了更多的这种自由，你认为你受到了教育，你在城市中已经逐渐文明开化了，你认为你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文明人了，或者最起码你向这个距离已经接近了。那么重新让你回到一个你认为你不熟悉或者你不能适应的这么一个环境，你自身的这种适应是很困难的。但是在目前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那是最好。如果你没有呢？如果你没有的话，可能你就被迫不得不去适应一下。就像前2年一个网络剧推出来的一个定律一样，在网上很多人都知道，叫什么？叫真香定律，对吧？前面刚刚认为一些自认为是对的事情，很快现实就会告诉你，那只是幻觉。中国未来的10年都会是这样。共军的中央威权统治不会超过2年，他们现有的资源不足以支撑他们的野心。当中央能够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地方必然会出现事实割据的现象。未来的10年，中国都不会平静。不要奢望你能平稳地度过这个变革期。现在要考虑一下自己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了。现在考虑已经不算太早了。现实正在走向我们。谢谢，再见。